这会儿我一看还有冒烟的，我寻思把这一堆杂物把它蹬出来。啊，蹬出来吧，搁我伸手一摸。眼前的这名男子是这栋楼房的房东老贾。昨夜凌晨2点，住在3楼第2间的房客给他打电话说，可能有地方着火了，有很大的烟味儿。老贾以为是电线的线路问题，让房客先把电闸拉了。天一亮，房东匆匆赶来，发现3楼的第3间室内出了大事。能不害怕挺出头，因为当时我这个床啊，看那床什么东西也没有。这是一个大床，那是一个小床，这是卫生间。烟雾为什么这么大呢？经过勘查，这个烟是从那个卫生间里面出来的。扒开灰烬以后吧，后来发现下面还有一具女尸。起初，民警以为案发现场的厕所内只有1名女性死者，但是在之后的清理过程中，发现还有另外1名女子被压在了下面。警方勘查现场发现，1名女子的眼部有致命伤，而另外1名女子是窒息死亡，因此警方认定这是一起特大的杀人焚尸案件。案发现场是位于河北枣强县大营镇城区东北角的一栋楼内，这是一栋3层的楼，1层呢是沿街的门市，2、3层都是一室一卫的出租房。在这里租住的大都是来自4面8方，在世贸城及周边店铺打工的人。据房东反映，在3楼第3间租房的是2名女子，一个叫张廖，一个叫做赵玲玲，2个人租房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经过房东辨认，2名女性死者中，1个人是张廖，另外1个他不认识。那么这个不认识的女子会是谁呢？同时让人生疑的就是另外的一个女房客赵玲玲。平时不爱出门的她为什么不在案发现场？她去了哪里？这起案件会和她有关吗？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事发当晚，3个女子同时出现在现场，为何2名被害？奇怪的手机短信，可疑的现场布置，这一切在掩饰什么？悄然跟随，伺机出手，黑暗处一双眼睛正在注视。床下有人，一线正在播出。别的没有任何信息，就包括那个房东过来以后，应该他也不太清楚当时是。据房东老贾反映，2名租房人都在附近打工，因为他们刚搬来不久，并不了解女租客的更多情况。而房间出现了另一个被害女子，更是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这2个年轻女子究竟遭遇了什么？民警仔细搜寻现场的每个角落，试图寻找到蛛丝马迹。因为是那个焚尸的现场，这里面这个屋内的室内的那个状况不太好，非常具有挑战性。现场房间的地面上有明显的拖拽痕迹，房屋里有一张双人床和单人床，在双人床的床箱内发现斑斑血迹。根据现场，民警做出初步判断，2名女子遇害时间不同，并且相隔时间较长。就是一个人的死亡时间是在餐后1个小时左右，另外一个呢，应该死亡时间要晚一些。初步应该是一个在下午4点左右，
另一个是在这个0时左右。从下午4点到凌晨，时隔8、9个小时，嫌疑人究竟如何侵害的2名女子？他是一直在现场，还是第2次返回行凶？面前的这个疑点颇让民警感到困惑。应该他不可能在这个现场里停留很长时间，你作案之后离开，然后应该是再返回现场，再杀第2个。但通过咱调取这个周围录像这一块，并没有发现他这个人员出入这样。把所有这个周边这个东西这几个那个租房户都找到了，这一点首先把这一点已经排除了。情况表明，嫌疑人是一直潜伏在案发现场，先后实施作案。然而，民警在接下来的调查发现一个更为蹊跷的线索：案发当晚，女租客赵玲玲8点左右曾经回过现场。难道说赵玲玲有作案嫌疑？而此时她人又在哪里？随后，房东寻找到赵玲玲手机号码，与其接通了电话。哎，给他打电话，他说他也没带，他妹妹也没带。妹妹是谁？他妹妹就是合租的这人，他当时坐着看，他说给他妹妹。电话接通，赵玲玲在朋友家，根本不知道住所发生了大事，而其称呼的妹妹便是张廖。民警很快与赵玲玲见面，并详细了解了情况。就是我偷走的时候，应该是2点多吧。我走的时候他还在家里，然后我在下边走上的车，就出去玩去，一待到回来到家里应该是8点半这玩的，上去拿件衣裳就走了。根据他的叙述吧，出了一些那个线索，相当于是情况，知道了这个屋里应该是谁，就是有可能是谁当时。据赵玲玲说，另一名被害的女孩叫刘丽，是张廖的同乡。那晚，赵玲玲和朋友晚8点回来，恰巧刘丽前来借宿。因为赵玲玲担心几个人睡不下，于是便和朋友去了别处。赵玲玲称，在晚8点就没有见到张廖，可是室内异样情况让她感觉很奇怪。进去时候感觉电扇开着呢，是吊扇，感觉不应该有这种情况。第一个死者张某的床铺很整齐，因为据他反映啊，就是张某平常呢，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挺爱整洁的人。更让赵玲玲感到奇怪的是，放在桌子上的一部手机，上面还有一个未发出去的短信。张廖的口吻留的，就说我那个去朋友家了，然后或者是晚上回不来，手机充了电了，给我把那个手机拔下来。无论手机有电没电，都随身带着充电器，走到哪儿充到哪儿。所以说把这个手机放在现场，也是一个疑点。张廖的被害时间段为下午4点左右。警方分析，嫌疑人在赵玲玲回来之前，已在出租房做了充分伪装，企图掩盖什么。而刘丽在凌晨时分也惨遭毒手。至此，警方做出了大胆分析，嫌疑人一直没有离开现场。有他要等的人，肯定什么，他的最终目标是谁？所以说，根据带着这些个疑问，咱就开始排查这2个受害者的这个所有社会关系。据知情群众介绍，2名被害人老实本分，作风正派，来到大营的时间并不长，平日就靠着打工为生，从未听说与人产生过什么感情纠葛和财务纠纷。案发之前及当日也并未与人发生过口角争执。这个关系相对简单，因为年龄都不大，一个19，一个21岁，肯定是跟这一家出租屋，有某种关系，肯定熟悉的人，不会是陌生人。究竟谁会针对2名涉世不深姑娘下毒手？警方排除了亲财、姻情等原因，一时间案件的因果关系不明朗。但警方坚信，嫌疑人长时间守候在出租屋，肯定有他的目的。没有确定不了侦查方向，当时长时间潜伏也不能排除，因为他这个犯罪嫌疑人这个心理，不能按他这个正常人考虑这一块。如果说嫌疑人长时间在案发现场潜伏，为什么晚8点赵玲玲2人回来没被发现？同时，遇害的张廖也没暴露。从现场已经被伪装这一点来看，嫌疑人很可能就在出租房某个黑暗角落注视着发生的一切。嫌疑人在此这么长时间，难道真的没有留下一点线索？因为它是一个焚尸现场，这个地面上只要是裸露的地方，都一层灰尘，
可以说那个足迹啊，在那个阳台，他那个房间的南侧是一个阳台，在阳台的西侧发现了一枚足迹。一枚可疑足迹，警方试图从这里打开案件突破口，然而多次排查无功而返。时间一点点过去，案件没有丝毫进展，民警倍感压力。没有明显的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很难展开。一起发生在特殊时期的重大案件，没有因果关系，侦查方向也不明确，这让办案的民警深感棘手。然而，办案民警也坚信，嫌疑人在案发现场长时间的潜伏肯定是有原因的。他们决定跳出这个圈子，扩大思路。9月6号，案发的第3天，办案民警无意中得到了一个情况，那就是在前一段时间，赵玲玲的前夫袁小祥曾经来出租房找过她，2个人还发生过争吵。难道说袁小祥与这起案件有关？但是他和2名被害人之间并不熟悉，也没有任何的矛盾，并且这个袁小祥平日里老实本分，他怎么会是嫌疑人呢？如果不是他，那凶手又会是谁呢？一条发给母亲的信息，臭水沟里的一双鞋，警方步步追查、跟踪、潜伏、伪装，一个完美报复计划悄然实施。床下有人，1线正在播出。嫌疑人在案发现场长时间等待，显然是针对租房的赵玲玲或张廖。如果排除了冲张廖而来，那么在赵玲玲身上找突破点就增大了。派出所民警提供的报案记录让警方转移了追查方向。赵玲一报警之后，他说前夫就跑了，所以等咱的民警赶到现场之后，没见到他的前夫。提供这个线索来以后，马上安排民警然后找这个人。袁小祥特别镇定。对于民警的询问，袁小祥很少开口。当民警问起9月2号他的活动轨迹时，袁小祥称一个人在河边坐了1整天。没任何人看见，再说尤其在河边一坐了12个小时，干嘛了？不吃不喝在这坐12个小时，所以说嘛，咱引起咱的怀疑了。那么袁小祥9月2号事发当日做了什么？警方悄悄来到他家做了进一步了解。而此时，一个更为重要的情况引起警方的注意。到这个袁小祥家中，就见到他的母亲跟袁小祥8岁的儿子。他母亲的说法跟袁小祥是一致的，说早晨7点多走，一直到晚上11点多回来。他那个儿子比较小，几岁，上3年级呢，现在是。晚上提供了一个情况，就是说话的时候，小孩说了一句什么呀？晚上我爸爸回来比较晚。对于2、3点了，他是小孩都认表，认得比较清楚，说2点多才回来。祖孙2人说法不一致，如果按孩子所说的，袁小祥凌晨2点回来，他的嫌疑点就会增加，因为刘丽是在凌晨左右遇害，袁小祥有作案时间。如果其母亲所说真实，他应该排除嫌疑。那么究竟祖孙2人谁说的是实情呢？问他父亲，他父亲一说，他小子也是昨天晚上2点半多回去的。因为他父亲是跑保险业务的，回来也比较晚点。当时就说回来以后，就说他儿子还没回来呢，应该是说第2天还要去衡水市区。这个他老伴就跟他说别去了，家儿子回来比较晚，几点才回来。3个家人2个说的比较一致，那么另一个为什么说谎？究竟想掩盖什么？第2天，袁小祥的母亲主动找到民警，说出了原委。因为咱问他你为什么说这谎？他说他在咱这个民警把他小子带走的时候，他小子给他发了一条短信，意思是你如果有人要问，你就说我是早晨8点出去，晚上11点多回来，衣服还是这身衣服。这更确定一点，然后这个嫌疑人确实在撒谎。袁小祥为什么发短信让母亲说谎？难道说案件真的和他有关？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民警掌握了9月2号袁小祥的活动轨迹。通过调取这个监控，
发现在这个赵玲玲跟萍萍从这个出租屋出来，穿过整个这个石磨城广场，再上这个石磨城广场南头那个快餐店吃饭的时候，袁小祥在这个广场的西边树后边，在这进行对这个赵玲玲盯着赵玲玲进行窥视了，这是咱发现他的踪迹了。他发现他嫌疑出来了，随着站起来就往后边躲。这个是他按对西边这个，等于是靠左边这个是他那个。嫌疑人一直在这儿监视是吧？9对。月2号上午，袁小祥在广场西侧悄悄监视前妻赵玲玲，随后跟踪。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的行为跟案件到底有没有关联呢？通过对这个赵玲玲的核实，他说都对了。那么那天上午，整个一上午都在这个石磨城的这个广场上。袁小祥解释，之所以上午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广场上，是等机会给前妻赵玲玲说复婚的事情。但是因为赵玲玲始终和妹妹萍萍在一起，他觉得婚姻是2个人的事情，有第3人在场不方便说，便一直尾随。对于袁小祥的解释，民警无证可查，而目前没有掌握直接证据证实袁小祥有作案嫌疑。还不是不敢确定他，因为赵玲玲回忆来说，这个袁小祥对她的感情还是可以，但是叫他走上这种极端的行为，他应该是不会走向。他这个人比较木讷吧，应该说是。再一个是这个跟那2个小姑娘，并有一个只是见过2次面，有几次接触，跟这个刘丽丽连见面都没见过。他为什么要上他去？让警方感到疑虑的是，袁小祥和2名受害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按逻辑推理不会产生过激行为。如果是这样，那么袁小祥为什么一直掩饰自己的行踪？监控录像证明，9月2号上午他在尾随赵玲玲，而下午袁小祥又去了哪里？谁又能证明呢？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是袁某的这个思想防线，是吧？应该说从对抗到一点点的瓦解，因为他本身不知道咱们掌握了他什么东西。虽说不能直接证明袁小祥就是嫌疑人，但他身上的疑点越来越多。在查看袁小祥的手机时，警方另有意外发现。好些个搜索的内容，搜索内容什么如何制造完美杀人案，也就是他前妻从家里搬出来之前就已经开始上网浏览。如果没有目的，袁小祥为什么要浏览这些东西呢？显然他在做某种准备。然而现在又没有直接证据证实案件系袁小祥所为，那么他到底跟案件有没有关联？随后民警想到了在现场阳台附近所留的那枚足迹，所以说咱就对这个袁小祥的家里进行了搜查，除了鞋衣服进行这一块开始搜查。对于警方的搜查，袁小祥似乎做了准备，在他家民警并没有找到需要的东西。然而警方确信袁小祥对物证一定做了手脚，他还有存在于一定的躲罪心理，不交代这些涉案的主要的直接证据，不向我们提供。我穿什么鞋呀？咱找出这双鞋跟现场又不吻合，因为他家里这几双鞋跟现场都不吻合，所以这么咱考虑应该还有另外一双鞋。找到袁小祥案发那天所穿的鞋，成了案件的突破口。民警向家人了解到，自事发后便不见了袁小祥平时所穿的那双运动鞋。那么鞋到底被扔到什么地方去了？经过调查，一个放羊的老人向警方提供线索。9月3号上午，有人在大营镇附近一臭水沟扔了一双鞋，所以说必须得找到袁小祥作案当天穿的鞋是不是这双鞋留下的这个痕迹。所以说在这个办案民警就开始去核对。拿起来递过来。得挂那个叉子上面。不是，他这鞋底子可像啊。是啊。很深的淤泥，另外有很多的这个玻璃瓶子一类的东西，打捞打捞这双鞋相当辛苦，因为在水待时间长了，病人的腿都受不了。
这真在对面吃着，还没试呢。真在对面吃着。来，啊！把鞋打捞回来之后，因为打捞回来之后，随着咱这个技术人员带着这双鞋又返回现场，对现场的那枚这个不能排除的足迹进行鉴定，发现什么完全吻合。不用进去了呀。多长时间没有了？那警察接我小孩，找自己的门。通过他的供述，我们将这个涉案的主要的证据、直接证据一一都提取了。警方在不同地方找到袁小强作案时所用的工具，然而面对证据，袁小强并没有放弃狡辩。一开始他这个心理压力也比较大，也不是说一次性给他说，还是陆续的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给他叙述供述清的。这个足迹，加上别的这个相关物证，足印都证明，这些这个命案，犯罪嫌疑人就是袁小强。他平时应该是一直都挺老实的，不想干这种事儿的人。说实在，到现在也不太相信是他。千元丢失是谜也成祸根，离婚不离家，本想破镜重圆，意外消息矛盾激化，侠义的爱，扭曲的心灵，毒手伸向无辜少女，床下有人，一线正在播出。记者采访袁小强时，他说已经在看守所待了8天了，在这里讲了很多事情，而最多就是他和前妻赵玲玲的婚姻问题。他还不能想清楚到底哪儿出了错，原本一个好好的家庭支离破碎了。说到这些，袁小强显得很伤感，可说到两人刚结婚时候的事，他有了一丝笑意。两人起初结婚并没有多大矛盾，在袁小强看来，这是一桩很美好的婚姻，而赵玲玲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她觉得丈夫没有上进的样子，总挣不来钱。各方面都挺好的。他挣钱主要是没借过，就有一次给过我一回9000，给了我9000，说好像是他也是在那边缝货缝的，给了我9000块钱，借了没2天又要买车，我又给了他3万。虽说夫妻之间收入有一定的差距，但这些并没影响婚姻的稳定。就这样，两人一过10几年，可是今年5月份发生了一件事，却成了两人离婚的导火索。这里他爷爷丢了1000块钱，丢了1000块钱，我们就都回来了，都回来了。反正当时就我一个外人。因为爷放钱的地方特别隐蔽，你寻思老人吧，他觉得那钱应该是放身边特别有安全感，放了一个挺门的地儿，就算他爷爷给我打个电话让我找，我估计我都找不着。因为钱放的地方不易被发现，外人肯定不会偷，只有袁小强知道。找不到钱，赵玲玲只好怀疑平时很缺钱的丈夫。赵玲玲认为这件事让她在家人面前丢尽了面子，而袁小强坚持自己很清白，两人经常为此争吵。后来加上一些其他家庭琐事，两人便办理了离婚手续。因为离婚嘛，是俺那时候出来的时候，精神出户出来的，没钱。后来他岁数高了以后，也是他
他在山东当部，山东人政当部，我在北京当部。他摔了以后，我去照顾他了。起初离婚，袁小强并不是出于本意。后来听说赵玲玲受伤，便前去照顾。赵玲玲也被袁小强的诚意打动，最后两人计划破镜重圆。可是两人再次因一件琐事发生争吵，赵玲玲再次离开前夫袁小强。这世界谁也不可能说谁少了谁不能过，换一个人一样过。我应该是挺想得开的。今年8月初，赵玲玲在距家不远的大营镇找到工作，同时认识了在此打工的张廖。随后两人一起租住了位于世贸城旁边的楼房。赵玲玲原本以为离婚了便解脱了烦恼，可是袁小强并不这么认为，他始终想和赵玲玲复婚。因为离了婚都这么长时间没联系了，你不能你想复婚，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再说由于这事，我觉得挺死心的，也没那必要了，个人过个人的呗。期间，袁小强一直想找赵玲玲谈谈，企图让她回心转意。可是赵玲玲态度很坚决，并且有一次袁小强的到来，他还报了警。尽管复婚没希望，袁小强还是一如既往的想打动前妻。但随后一则消息的传来，让袁小强有了其他想法。我要吃了回饭，吃了回饭说赵玲玲去见面去相亲去了，也着急了，就想快点让他快点找到太太，别让别人男的联系。随后，袁小强多次找赵玲玲，可是吃的总是闭门羹，一种恶毒的想法便油然而生。也是想想他，有时候也可能见他也不敢，可能也在这个，然后也想自私吧，就想我得不到东西，对，是吧？别人也不想让别人得到。得不到幸福，也不会让他人得到，亲手毁掉，这也是袁小强的真心表露。那么，本来冲前妻而来，为什么却伤害了2名无辜少女？令人费解的还有，当晚赵玲玲回来，袁小强躲在哪里？他又把此时已经被害的张廖藏在何处？发现异样的赵玲玲怎么逃过一劫？9月2号上午，准备作案的袁小强首先来到世贸城广场，等待前妻赵玲玲的出现。可是他发现赵玲玲出现并不是一个人。那边等着他，想让他一个人的时候，把他说的，然后后来他一直有朋友一直跟着他。没有机会，袁小强只能尾随。可是赵玲玲和妹妹萍萍去了河北衡水市玩，袁小强便潜伏到其租住房等待。就是从他房里的南门上看纱窗有个洞，纱窗有个洞，看就从洞里推到窗户就开了，窗户开了以后，就从里边的门开了。发现室内无人，袁小强就悄悄躲入厕所，直到下午4点，在此租住的张廖推门进来，最后发现躲在厕所的袁小强。插他以后，插他地上以后，还有洞就从兜里拿着刀在那戳了我一刀，我还不动了。担心败露的袁小强对现场进行了伪装，然后把洗手间里面血把那都擦干净。为什么这样做？我还想等赵玲玲回来，把他开掉。中间做过什么？中间给赵玲玲发了短信。人伤了以后，他还是想等他那个前妻回来。今天就是必须见到他前妻。就是见到的话，见到他，他能谈通就能谈通就谈通，谈不通还是把他前妻就杀掉，也是处理掉。袁小强藏匿在靠窗户的一张单人床下面，
等待前妻赵玲玲回来。晚上8点，赵玲玲回到出租屋。2个人，这和赵玲玲跟那个就平是晚上不知道几点，好像是得给你看到他们在做什么。就赵玲玲找衣服，说是晚上是哪里住。然后就找我的衣裳，就是一直找不着我的上衣。2人在屋逗留的时间比较短。玲玲回来的时候呢，是和他女伴一块回来的，凶手没法下手。因为有2个人，袁小强觉得动手会失败，便一直藏在床下面。不一会儿，赵玲玲2人正准备出门，这时张耀的朋友刘丽却来借宿。赵玲玲担心人多床不够用，便和萍萍到朋友家住去了。而在床底下藏匿的袁小强是进退两难。想跑，一直也没机会，想等着他这小女孩睡着了以后再跑。后来等了好长时间，就让他睡着了，睡着从床底下出来，后来想跑的时候他醒了，看着我了，看着我也得有2-3秒叫救命了。有过那个短暂的几秒钟的对视，对他这个印象应该是比较深刻。床箱里面有一个死人，他怕这个事败露了，就上床把他掐死了。将2名无辜少女杀死后，担心事情败露的袁小强便焚烧了现场。但是他交代给我们分析还有一定的差距。他之所以不直奔玲玲下手不直奔他妻子下手，而是选择了萌萌这么一个无辜的小姑娘，把她行凶杀害。我认为他在转移我们的视线。如果他直接把玲玲把他前妻杀害了，那么我们围绕玲玲排查，摸排这个矛盾点，那么第一时间就会查到袁木头上。如果他把一个无辜的孩子杀害了，那么能够起到干扰我们侦查视线的这种效果，掩饰。这也是他精心策划的。对，挺对不起。你觉得是吗？不是，挺好看的。这个案子代价太大，3个家庭因此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犯罪嫌疑人袁某因为婚姻变故，加上他个人的性格像极端内向，不能够正确的理性的看待这样一个婚姻的变故，长时间不能释怀，导致报复心理的产生。手段。对，用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问题，去解决纠纷。一段早已结束的婚姻，就因为袁小强的自私，最终导致了3个家庭支离破碎。据调查，在案发前，袁小强用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在网上搜查如何来躲避监控，如何来躲避警方的侦查。从他整个作案过程来看，他确实也是按照网络上教授的方法来实施的。在当前这样一个网络社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加强网络社会的监管，提升网络管理人员和网站创办人员的社会责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